just for you. Cybersecurity, stocks going up. 大家好，我係飛入。今日條片我哋會深入講下資安界兩個最強嘅打手 Fortinet 同埋 Zscaler 點樣喺零信任嘅新世界入面，一人一刀，一人一術，打怪升級，互相抗衡，決戰雲端啊！以前搞 IT 嘅可能會話咧，我哋有防火牆啦、VPN 啦，有邊界咧，咁樣就夠噶啦。唔好意思喎，喺2025年呢啲真係唔夠用。用戶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資料就喺雲端，應用喺 SaaS 網絡邊界咧根本就唔存在啦。你仲話守城都冇牆嘅，所以零信任 Zero Trust 呢個概念就應運而生。講穿楚就係 Never Trust。Always verify， 你係邊個？你要去邊度？證明俾我睇先。根據 Gartner，2025年超過80% 企業都會採用呢個零信任架構㗎，而入面最搶眼、發展最快，亦令人最熱議嘅就係今日嘅主角 Fortinet 對 Zscaler。一個主打硬件整合平台，一個全雲原生純 SaaS， 佢哋係對手，亦係代表住兩種嘅資安哲學。咁到底邊個先係未來資安界嘅終極職業呢？好啦，打怪升級啊，梗係要揀職業啦。你會揀雲端司法師啊，定係硬派坦克戰士呢？先講翻 Zscaler， 佢係資安界入面嘅純雲法師啊，主打 Zero Trust Exchange， 即係話咩都唔裝喺你個地盤入面，全部雲上面搞掂。Zscaler 嘅最強技能叫做 ZIA，Zscaler Internet Access。打個比喻啊，你上網係行出森林嘅 ZIA 咧，就係你身上面個法術罩，幫你擋住惡意網站啦，阻止病毒。連你影相 upload 公司內部資料都擋咗你嘅，跟住就係 ZPA，Zscaler Private Access， 呢招就勁啦，代替埋 VPN 添，用零信任方式直通私有應用啊！佢唔係你以前嗰種一開 VPN 入晒公司網咁樣嘅，佢係只開俾你需要嗰粒 app， 仲會用嘅時候檢查身份、位置、裝置狀態，再決定俾唔俾你入。咁做最大好處係咩呢？一嚟就唔會有呢個 lateral movement， 即係中咗病毒咧都唔會傳開去先。二嚟性能好，冇 VPN 嗰種拖慢感啦。好啦，另一邊廂 Fortinet 就係坦克職業，全副裝甲啊，一機在手，天下我有。佢哋最出名嘅就係 FortiGate 防火牆啦，裡面有硬件晶片加速，係業界裡面少有自家設計 ASIC 嘅資安廠商嚟嘅喎。你可以想象啊 ，Zscaler 咧喺雲端開地圖打怪咧 ，Fortinet 咧就係紮營打怪啦。自己建堡壘啦，所有流量都經我手，邊個可疑，邊個唔合格，逐個查。但佢唔止賣防火牆㗎，佢哋將所有產品都拉埋一齊，做咗一個叫做 Security Fabric 嘅超大技能樹。入面有咩？有 SD-WAN、防毒、防核、WLAN、EDR， 總之係一站式資安武器鏈，仲可以係一個平台統一管理。Zscaler 咧就唔賣硬件，攞訂閱費，收入模式比較靈活啦。佢適合想快部署啦、彈性高啦，有大量遠端同埋全球分支機構嘅客喎。Fortinet 咧就係重裝部署嚟嘅，尤其係適合嗰啲企業咧有內部 IT 團隊啦，對效能有要求，又唔計自己起堡壘嘅企業。Zscaler 架構係雲嘅，但係 Fortinet 咧就係混合架構啦，用硬件加雲嘅。重點產品 Zscaler 就有 ZIA 啦同 ZPA，Fortinet 啫就有 FortiGate 同埋 Security Fabric。咁 Zscaler 有乜優點呢？就係靈活部署啦，同埋更新快。Fortinet 就效能強，統一管理，實體可控啦。咁缺點有咩呢？ Zscaler 咧成本就比較高啦，依賴網絡質素多啲。Fortinet 就部署時間要長啲啊，整合咧就需要技術團隊喎。咁問題嚟啦，兩間公司都有佢嘅 fans， 你自己係屬於邊種玩家呢？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㗎，揀你係 Fortinet 派啊，定係 Zscaler 派㗎？兩間公司營收增長點樣呢？自由現金流邊間勁啲呢？估值貴唔貴呢？講完技能樹啊，梗係要睇下呢兩位打手最近升咗幾多呢啦，即係佢哋最新一季嘅財務表現，睇下邊個升呢快打怪勁啦。Fortinet 2025年第一季收入達到15.4億美元㗎，同比增長13.8%，超過市場預期啊。其中產品收入啊，大概係4.59億美元啦，服務收入就大概係10.8億美元。
分別增長咗12.3% 同埋14.4%。最勁咧係佢嘅自由現金流啊，去到成7.83億美元㗎，佔收入約51%，創下新高喎。Non-GAAP 嘅營運利潤率就去到34.2%，比去年同期提升咗5.7%㗎。不過佢第二季收入嘅指引咧就係15.9啦至16.2億美元，略低於市場預期，導致股價下跌㗎。至於 Zscaler 2022年第一季收入係6.28億美元啦，同比增長26%，超過預期㗎。自由現金流就去到2.92億美元啦，佔收入嘅46%，同樣非常強勁嘅。Non-GAAP營運利潤率大概係21%，提升咗30%。不過佢嘅計算帳單咧就係5.1億美元啦，同比增長13%，比環比啊跌咗啲，係近一年最低。市場咧就對呢個有啲擔心啦。Fortinet 表現穩健啊，現金流強啊，適合保守型嘅投資者。Zscaler 咧增長快速，但係訂單增速嘅放緩喎，咁可能要睇睇佢未來發展係點啦。你會揀邊間？嚟話開俾我聽。講開財務數字啊，唔可以唔睇清楚佢哋究竟背後邊個係真正嘅客戶大軍喎，因為每一間公司賺錢嘅方式咧，都同佢服侍邊類型嘅客戶有關嘅喎。Zscaler 嘅客戶陣營係好明顯係打高端 boss 嘅派嘅，佢有超過8600個企業客戶，入邊有1/3係 Fortune 全球2000大企業，仲包括咗美國國防部啦、衛生部啦、Citigroup 啦同埋斯文 CD 嘅。呢啲企業嘅共通點係分支多，工作模式靈活，有大量人係 remote work， 佢哋唔想搞硬件啦，又唔想成日 update patch， 咁就非常適合用 Zscaler 呢種純運架構啦。一 click 咧就部署搞掂，仲有 Zscaler 咧嘅平台攞咗美國聯邦政府嘅 FedRAMP 認證㗎，所有政府機構都可以放心應用啊！簡單啲講，呢隻法師唔止爆擊高啊，仲要合規格添。Fortinet 嘅打法就唔同啦，佢係萬用型戰士啊，打boss又得，打怪都得，打團戰仲好用。目前超過50萬間公司用 Fortinet， 包括中小企業啦、大型企業啦、學校、醫院、銀行，甚至係電信商，例如 Verizon、Orange。點解咁多人用？因為佢個 Security Fabric 平台咧可以根據公司大小調節部署方式，細公司咧可以用一台 FortiGate 啫跑晒所有功能，大機構咧可以用 FortiManager 管多部機㗎。同時咧 Fortinet 就自己嘅 ASIC 晶片、自己 OS、FortiOS 可以確保所有設備咧同平台無縫整合，出錯率低之餘咧仲慳成本添。好啦，又嚟問題啦！你公司咧想快靚正咁部署幾百個遠端員工啊，咁你應該會中意 Zscaler 多啲喎，定係你自己有晒 team， 有晒自己嘅 cyber security 設備，對效能有相當嘅要求，咁嘅時候 Fortinet 啫就可能啱你多啲啦。你都可以例如話俾我聽，你屬於邊類型嘅客戶嘅喎，或者你間公司用緊邊間？喂，你以為打完波就完啊？唔好咁天真啦！今次唔係1對1啦，係整個 cyber security 嘅世紀大混戰咯。首先登場係打開邊度就總之個老朋友 Microsoft， 唔好睇小佢搞 Excel Team 喎，佢係全球最大嘅身份資料持有者啊。Entra 平台做身份認證，條件全取 SSO 已經入晒大型企業核心啦。2023年開始啊，佢推 Entrant Internet Access 同埋 Entrant Private Access 正面挑戰嘅 Zscaler， 仲要一開口就話你哋買 Zscaler 咧，結果所有資料都喺第三方。如果你係 Entra 咧，你嘅身份 policy 同埋資料全部喺 Microsoft。就好貼身嘅。咁另一個資安界怪獸啦，就係 Palo Alto Networks 呢隻嘢咧，唔止守得，又識用 AI 打先手啦。佢哋個 Prisma SASE 咧係目前 Gartner Magic Quadrant 嘅領導者嚟㗎，集雲防火牆啦、CASB 啦、ZTNA 啦、Threat Detection 一體化喎。佢哋咧最近重點仲放咗喺 Cortex XDR 啦，同埋 AI Driven Playbook， 意思咧就係即係用 AI 自動偵測啦，同埋回應入侵仲快過人添。對於 Fortinet 嚟講咧，Palo Alto 咧就係技術實力差唔多，但係打法更加靈活。對 Zscaler 嚟講咧就係老對手，前同事開出嚟打佢哋嘅。去到大家都熟悉嘅 CrowdStrike 啦，就係原本做端點 EDR 防護嘅，依家一腳踏入身份安全啦、雲保護啦，甚至推咗 Falcon Zero Trust。佢打法係我入咗你部 notebook， 同時監控晒你上咩 app。傳咩資料，拎咩權限嘅呢種打法唔係靠防火牆，唔係靠 set IA 啦同埋 set PA 啦，而係直接掌控咗你嘅終端同用戶行為嘅，夠 stealth 夠精準。對於 Fortinet 同呢個 Zscaler 呢兩位傳統門口守衛嚟講咧 ，CrowdStrike 咧係打你後門嘅突襲者嚟嘅。仲有唔可以忽略嘅係就係 Cisco 啦。
佢哋一開始咧就做網絡起家啦，係全球企業 router switch 市場根基咧好深嘅 Cisco Umbrella 啦、Dell MFA 啦、Security X 平台整合得越嚟越好啊！而家佢哋仲推出埋 Secure Connect， 其實係 Single Vendor SASE 嘅代表作。Cisco 嘅最大優勢係咩呢？本來已經控制咗你嘅 network infrastructure 噶啦，轉做 SASE 咧唔使重新部署啦，順滑過你個 mouse 啊。同 Zscaler 講咧，你要另外接入啦；同 Fortinet 講咧，你要裝自己軟件啦。佢自己就直接升級啦。Zscaler 咧對 Microsoft 咧真係完全唔敢鬆懈㗎，所以咧就收購咗呢個 AI 資料平台 Avalor， 強化翻自家嘅風控決策啦。Fortinet 就收購咗 Lancework， 搶攻嘅 CNAPP， 要守住翻自己嘅網絡加呢個雲邊緣架構嘅江山。講到尾啊，大家都想知一樣嘢，兩間嘢值唔值得買先？好啦，我哋用最簡單嘅3個投資問題，逐一拆解一下 Zscaler 同埋呢個 Fortinet 嘅投資價值。首先，估值方面，兩間都唔平啊，但係平中有貴，貴中有意義啊。Fortinet 市值咧大概804億美金左右 ，Zscaler 咧就大概379億美金。市銷率咧 ，Fortinet 即係13.5倍 ，Zscaler 咧就15.7倍。PE 方面咧 ，Fortinet 即係52倍 ，Zscaler 仲係冇 PE 㗎。Fortinet 賺錢盈利穩定 ，PE 雖然高，但係佢有正現金流同埋高利潤率嘅支撐。Zscaler 咧就係典型高增長 SaaS 公司，貴但係買佢嘅未來。講到增長個 Zscaler 咧真係會快啲嘅，每年平均增長咧都超過25%。但係要注意啊，最近計算帳單增速咧已經開始放緩啦，意味住新單咧可能會減慢喎。Fortinet 咧增長比較慢啦，但係更加穩健，靠住硬件加服務嘅混合模式，有持續升強嘅收入。打個比喻 ，Zscaler 係法師，殺敵快，但係要補魔水 ；Fortinet 係坦克，升級慢，但係打得耐，唔易冧。Fortinet 雖然面對競爭激烈，但係本身嘅資產負債表健康，自由現金流又強，市況差都可以捱得一陣。Zscaler 呢種純雲原生 SaaS 咧，如果未來有機會加息咧，雲支出放緩咧，股價波幅就可能會比較大㗎啦。所以如果你穩陣派，互相揾啲有錢賺、有現金流，唔會一夜腰斬嘅 Fortinet 就會舒服啲。如果你增長派願意承受風險去搏一個潛在10倍回報嘅，咁 Zscaler 可能就會啱你多啲啦。Zscaler 同 Fortinet 未來會點呢？ AI 安全、防詐騙戰爭又會點進化呢？係時候交俾你話事啦。咁你屬於咩玩家？升呢一塊爆發流啊，定係打得耐、裝備齊穩陣營呢？唔好淨係睇股價升跌啦，最緊要係買一隻適合你性格嘅股票。好啦 ，Fortinet 對呢個 Zscaler 咧，今集打鬼咧就去到呢一度啦。一個就厚血嘅蛋，穩打穩紮啦；一個就靈活法師啊，高攻高輸出啦。佢哋唔止代表兩間公司，仲代表咗兩種完全唔同嘅資安哲學㗎。係見堡壘啊，定係做空中巡邏呢？係要賣硬件啊，賺現金流，定係賣雲服務搏高速增長呢？係防守定係主動出擊好呢？未來3年啊，資安唔止係會講零信任啦，仲會講 AI。講 OT security， 講 CNAPP 雲原生安全平台，講攻擊模擬啦，同埋講呢個邊緣設備防護㗎。Zscaler 同 Fortinet 都已經出招啦。Zscaler 就以 Avalor 打呢個 AI 數據平台戰㗎，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個 AI 分析引擎。Fortinet 就收購咗 Lancework， 插旗呢個 CNAPP， 想由呢個邊界打入呢個核心雲安全領域㗎。資安唔係死物咯，係打怪升級。你有幾多資源，點樣裝配，團隊有幾 fit， 全部都影響你應該點樣揀對象㗎。如果你都中意呢類型嘅股仔，加埋呢個深入分析科技嘅財經片，就記得 like 翻、subscribe 翻、share 翻呢條片。下次見，拜拜。